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那最近呢，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啊，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在激烈的争讨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那中国的两会呢，在5月21号和22号即将召开啊，可以说在大会前期，对吧？各界呢围绕这一话题啊争论非常激烈。那可以看出呢，这个事情并不简单。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财政货币的赤字化是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呢，就是财政部发行国债，由央行来购买啊，也就是透支国家信用。那财政呢，想花多少钱就可以花多少钱，央行呢，变成了财政的钱袋子啊，也就失去了这种独立性。那这个呢，就是财政货币的赤字化。那先要明确说一点啊，各国的法律，包括美国的联邦储备法啊、里斯本条约，还有欧洲的央行条例、日本的央行法，都禁止央行通过一级市场购买国债或者对政府透支。那同样啊，中国的这个1995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是禁止人民银行直接认购报销国债啊，对政府进行财政透支的。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各国法律都明确的这个禁止啊，这个人民银行法也明确规定的禁止的一个东西。那然后这个东西呢，成为了一个最近热门争议的一个话题啊，可见是非常反常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两个部分讲述一下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是先弄清啊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话题的由来的背景啊，就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话题，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啊，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论？那大家要记住，就是任何一个新的事物啊，就是尤其是比较反常的事物出现呢，都有它一个深刻的背景啊。就跟我以前有一期节目讲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啊，我也是先讲它出台的一个背景，然后呢才分析它的影响。那第二部分呢，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财政赤字货币化啊，一旦实施以后可能带来的一些后果和影响。那好，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话题啊出现了一个背景啊，它这里面呢有几个背景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背景，就是这个提出这个话题的人物背景。那提出这个政策建议的人呢，他也不是普通学者啊，他是参与财政部决策的一个官方经济学家啊，名字叫刘尚希。那刘尚希呢是中国财政科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啊。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段呢，也正是啊国家要发行这个特别国债的前夕啊。他这个话题一出呢，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那许多的这个官方的、民间的经济学家啊，都加入这个论战啊。那刘尚希呢啊是何许人啊？这个他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背景。那从1992年开始呢，他就在财政部任职啊，一直也没有离开财政系统啊，历任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啊，一直到2016年啊，这个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啊，正司级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刘尚希啊，他这个人呢，在财政系统可以说是经营多年啊，对中国的财政金融系统呢，相当这个可以说还是相当了解。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呢，也是中国财政系统的一个官方的研究机构啊，可以说是中国财政系统的一个智囊团。那他们的研究呢，应该说是非常贴合中国财政金融运行的实际情况啊，也是第一线的这种情况。那所以记住这个话题的提出人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经济学家啊，或者是一些商业的这个券商或者是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啊，他也不是头脑发热啊，他是带有很强的官方意志和官方声音的。啊，至少是他表达了财政部门的这个部门的官方声音。那这是第一个背景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的人物背景。接着呢，我们就说更重要的啊，也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当前的一个经济背景。那首先呢，这个财政收支呢，目前是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啊，财政非常缺钱。那1到4月份呢，中国财政收入同比是下滑了14.5%啊，财政支出呢下滑了2.7%。啊，这里面可以看出啊，财政收入的下滑幅度很大，但是支出的下滑幅度呢比较小啊，说明支出非常刚性。那1到4月份的整体财政收支缺口呢，可以说进一步加大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反映了历年的一般公共预算的一个收支缺口啊，可以看到，2020年也就是紫色的那根线啊，它的下滑幅度明显是比往年要大很多。那往年呢，到了4月份、5月份的时候，收支缺口的这个线啊会走平，但是今年呢很不一样，而且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啊，越到下半年这个财政的收支缺口越大啊，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那必须这些缺口怎么解决呢？必须靠发行国债啊、地方政府债券啊，或者是卖地收入去弥补，否则呢就会严重的收不抵支。那我们再看一下不同的这个税种啊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就是财政收入的减少呢，主要是受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个大税种的影响。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实体企业是受冲击非常严重。然后你看其他的税种呢，下滑幅度好像并不是很大你看，尤其是这个像印花税这个跟炒股相关还有就是跟房地产相关的土地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这些下滑幅度都不大。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4月的这个当月主要经济指标大家可以看到所有这个指标里面下滑最惨烈的就是财政收入。那这是关于这个经济背景关于经济背景呢，我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就是在今年这个3次降准的刺激下，1到4月份的这个社会融资规模和 M2达到了历史的天量。那这个呢不是什么精准滴灌这是实打实的大水漫灌。但是呢，在4月份的这个居然出现了通缩的魅影这我也有一些上期节目还是上上期节目我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4月份的 CPI 和 PPI 呢，它同比双位数回落双回落。那尤其是这个令人担忧的 PPI 呢，它开始向下加速拐头这个意味非常浓厚。那4月份的 PPI 呢，同比下滑 3.1%。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是倾尽全力了。但此时呢，明显发现经济呢还有剧烈的这种转向通缩和萧条的这种迹象。那所以逼的财政政策呢必须更加积极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很关键。那大家还记得这个发行特别国债的这个事儿吗？就是在1个月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发行特别国债。那具体怎么落实，怎么去实现那这个呢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话题呢出现了缘由。好，讲完这个经济背景呢，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治背景。那在最近的5月15日呢，召开了最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积极的这个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那财政部长刘昆呢，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他说到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是财政更好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应有之义。那可以看到呢，从上到下整个政治层面上都强烈的呼吁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但是具体怎样更加积极有为如何解决财政的无米之炊的这个问题就特别国债你怎么发行，谁来买所以最后一个政治背景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在4月17号的那个会议就这个会议里面呢，他首次提出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首次提出6保，那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大家还记得吗？这个6保非常重要是在4月17号当时首次提出的。那刘尚希的提出这个货币赤字财政赤字货币化呢，就是在4月27号的一个会议上提出的。那好，我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呢有这么几个背景一个呢是讲这话的人呢不是头脑发热，他也不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是财政部呢自己的官方智囊。第二个呢就是经济背景就是货币政策已经在拼尽全力的情况下可以说是独木难支。那这个时候你想实现这个上面说的6保，那你就需要财政出马可是财政的钱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三呢，就是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中央政治局呢是明确的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更加积极有为所以财政就要出来表态，财政就要有所为。那接着呢，我们就说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如果实施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和后果。第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呢，就是一旦走向这个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呢就如这个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就如这个恶龙飞出牢笼。那从此呢，货币的发行再无约束正所谓覆水难收如果这无约束、没有约束的货币之水一旦泼出去以后呢，就再难收回。那中国呢，其实对财政赤字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呢一点都不陌生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那政府财政呢可以向央行借款透支的，在可以说长达10多年的不受限制的这个政府财政透支过程中导致央行大量的被动发行货币。那央行呢那个时候是成为了财政提款机，而且也根本没有任何的独立性可言几乎是沦为财政的附庸。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呢想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现在就是比如说50后60后，那他呢那应该是有比较刻骨铭心的是有感受的。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遭遇了物价闯关1988年的物价闯关和后面的这个高通货膨胀
啊，尤其是这个1988年的物价闯关，放开商品价格啊，当时人们非常疯狂，就是说抢购他们能够买到的任何商品啊。大家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就是反映了当时的通货膨胀情况啊，可以看到从95年以前啊，中国长期是一个高通胀的状态啊，经常是达到2位数以上的一个通胀。那很多人当时发了工资以后，第一反应呢就是去抢购一切可以买到的商品啊，当时可以真的就是说啊，通胀猛于虎。那后来呢，直到朱镕基上台，他进行了这个铁血的改革啊，壮士断腕。这个1995年呢，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啊，废除了无约束的印钞啊，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信贷体系，这个才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这种高的通货膨胀时期。那回顾啊，央行成立以来啊，可以说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啊，它才逐渐的这个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呢，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一个法律保障啊。如果呢，此时再去实行这个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啊，就很容易让央行再次成为财政的提款机啊。那中国央行的改革呢，事实上能相当于这个陷入倒退啊，等于又走了回头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1995年啊，中国人民银行法是怎么规定的啊？具体，它第29条明确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啊，不得进行认购，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地方政府债券。那在节目一开头呢，我也讲到，不光是这个中国的银行法不允许这么做，其他各国央行呢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允许这么做。那当然呢，啊，是因为有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中国呢是有民国时期的这种恶性通胀啊，我们历史课本上都学过。那也有一部连续剧啊，很好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货币崩溃的一个情况啊，叫《北平无战事》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那国外的惨痛教训呢，有德国一战时候的魏玛共和国啊，这个我们历史上应该也讲过。那这些呢都是非常沉重的，也是惨痛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啊。再加上西方呢国家呢经过上百年的这种货币政策的实践啊，可以说这个不允许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啊，是有相当的这个科学理论和依据的。那当然，现代社会呢依然还有货币发行的例子啊，货币滥发的例子，就是典型的就是委内瑞拉。那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这个第二个弊端呢，就是会直接加剧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和贬值幅度。那我之前呢有一期节目啊讲这个人民币汇率，那我当时讲到呢，人民币币值稳定背后呢有4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央行的外汇储备资产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持续不断的赚取外汇顺差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央行在外汇市场的这种强势干预。第4个就是央行的强力外汇管制。那我当时呢也给大家做过计算啊，就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呢，外汇储备啊，也就是这个图啊红色的部分啊，占到央行全部资产的58.8%。那央行的负债呢，是发行在外的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啊。人民币之所以目前币值比较稳定，或者说也比较有信用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央行的资产里面有外汇资产做背书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人民币发行背后的苗啊是外汇储备。那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图中的绿色部分啊，绿色部分呢是央行对其他存款型公司的债权，这个名称呢听起来比较拗口啊，那我说一个东西你就能理解，就是这个新闻上经常看到的 SLF 啊、MLF 啊、TMLF 这种各种粉啊，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钱啊。SLF 呢是1个月到3个月的短期的， MLF 呢是3个月到1年中期的， TMLF 呢是1年到3年长期的啊。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钱呢，对央行来讲是一项债权啊，反映在这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呢，它就是资产。那可以看到2015年以前呢很少啊，2015年以后呢逐渐增多。那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15-16年啊流失的那个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央行需要别的资产来弥补啊。当然这个资产的含金量呢肯定是不能和外汇储备相比啊。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个绿色部分啊，就其他存款型公司债权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是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截止到2020年2月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啊，我已经给大家圈出来了，就是用这个108534亿除以这个361021等于30.1%啊，就是这些啊没有外汇储备含金量高的资产啊，它已经占到央行总资产的30%啊。可以看出这个央行资产里的核心啊，它就2大块，一块呢就是外汇储备资产，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其他存款型公司的债权。那如果将来呢再搞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那央行资产里面就会充斥很多的国债啊，那人民币的含金量呢
就会大打折扣。那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会迎来剧烈的贬值预期和贬值压力。那这是第二个后果啊。第三个后果呢，就是会对市场的其他主体形成严重的挤压啊。一旦政府呢就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的从央行获得融资它这个财政支出必然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啊。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的融资就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那会造成严重的这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啊。那因此呢，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就相当于变相的鼓励财政过度负债。那不仅意味着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造成政府占用大量的资源也会同时呢，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潜在增长也会下降因为这个财政的这个资源财政的支出它会挤压其他这个市场部门的这个投资。那第四点呢，就是讲一下如果这个搞财政赤字货币化呢，也就是允许财政这个透支国家的信用，透支央行的信用让央行去印钞，那其实会使这个国债市场的定价机制，也就是国债市场趋于紊乱。那目前的政府的公开招标发行债券呢，它需要参考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国债的二级市场呢有众多的这个投资者去参与整体来讲它还具备一个价格发现的功能也能有效的约束政府的发债行为。那目前呢，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呢这个市场的认购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也就是这些债券大部分是在商业银行手里。那2019年末的这个政府债券就包括了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和这个专项债，一共是37.2万亿元，银行持有81%，占银行资产余额的13.9%可以看出来，就是商业银行呢，它在二级市场这个买入政府债券，央行呢会通过这个降准参与，然后去与财政去协调，但是买进数量和价格呢，还是以货币政策目标为准。而且国债这个二级市场的收益率曲线呢，它会形成这个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的基准引导着这个金融市场价格的形成。但如果你要贸然的施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就会对这个债券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紊乱这个债券市场的发行机制。最后呢，我就再解释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说美国可以这个无限量的 QE， 而中国的央行呢直接下场，如果是买国债的话，中国就不行。那这一方面呢，是货币的地位不同美元毕竟是世界的储备货币，那全球央行资产的60%呢都是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那美联储呢其实是全球央行的央行。那另一方面呢，美国的 QE 呢，它也是在二级市场买入国债就是向市场注入美元，它是买的是存量的国债，那不是我们这里面说的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我们的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呢，是指央行在一级市场就是说这个财政需要多少钱，央行就得买多少国债，指的是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购买。那这种一级市场的购买呢，就是央行是无限量的这种货币供应只要财政要这个央行就得买。那好，今天呢就先讲这么多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主要讲了2部分内容，一部分呢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政策选项提出的人物背景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了解了这些背景，就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一话题呢突然这个出现。那第2部分呢，就是跟大家探讨了财政赤字货币化一旦实施以后可能带来哪些后果、深远影响那最后呢，我想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呢，它必然会成为两会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的财政纪律呢，可以说是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上这个是走向无边的深渊呢，还是忍受痛苦进行真正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说中国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那40年的时间呢，沧海桑田同时呢又转瞬即逝。那再回首呢，老路可以说是已经是无路。那认清真相，接受现实才能再出发。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记得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